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轰然崩塌，世界格局将发生怎样的巨变？这个曾经无所不在的世界警察一旦退出舞台，那些长期依赖美国庇护的国家会不会陷入巨大的危机，甚至走向灭亡？历史告诉我们，每当一个帝国倒下，他的附庸往往难逃树倒猢狲散的命运。今天我们就来盘点3个在美国霸权崩溃后注定最受冲击甚至可能覆灭的国家，尤其是排名第1的那个早已因为自身所作所为而惹怒了全世界。第3名，韩国。排名第3的国家是韩国。对于韩国来说，美国的存在几乎是其国家安全的支柱。从历史上看，韩国能有今日的独立和繁荣，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美国的庇护。70多年前的朝鲜战争中，美国率领联合国军出手相助，才使得韩国免于被北方政权吞并。此后，美国与韩国结成紧密的军事同盟，直到今天，仍有大约28000名美军驻扎在韩国境内，为这个5000万人口的国家提供安全保障。韩国的安全和美国息息相关。面对韩国的最大威胁，紧邻的朝鲜，韩国几乎完全依赖美国的核保护伞来震慑北方。朝鲜至今与韩国名义上仍处于战争状态，并且拥有核武器和庞大的军队。然而韩国自己没有核武装，如果有一天美国撤走驻军，或者因自身衰落无力干预，一旦朝鲜趁机发动进攻，韩国能否独自抵挡？这个问题让人不寒而栗。更棘手的是，韩国的首都首尔距离两韩边境不到40公里，处在朝鲜远程火炮的射程之内。一旦没有美军这道防护盾牌，首尔这样人口密集的都市将瞬间暴露在炮火威胁下。试想，当朝鲜的大批火箭弹和导弹呼啸而至，而昔日承诺保护韩国的美军却迟迟不会出现，那将是何等绝望的场景。韩国几十年来创造的经济奇迹和现代化成果，恐怕都会毁于一旦。除了安全威胁，韩国的经济和国际地位也深深依赖美国主导的秩序。韩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电子产品、汽车、半导体等产业高度融入全球市场。美国不仅是韩国的重要贸易伙伴，更是维系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关键。一旦美国霸权瓦解，全球贸易陷入混乱，韩国的经济生命线将遭受重创。失去美国市场和美元体系的支撑，韩国那些庞大的财阀企业将面临巨大冲击，随之而来的失业潮和社会动荡风险也会急剧上升。此外，美国的存在还给予韩国在外交上的底气，使其在强邻环伺的东亚环境中尚有回旋余地。然而一旦美国失去影响力，韩国将被迫在强权之间做出痛苦选择。面对北方的军事压力和来自中国的巨大影响，韩国可能不得不向昔日对手低头，甚至在政治上倾向北京或莫斯科以换取生存空间。这将彻底颠覆韩国战后奉行的亲美路线，相当于韩国国家身份的终结。可以说，没有美国，韩国的自由民主和主权独立都将岌岌可危。最悲观的推演是，如果朝鲜趁机发动统一战争，韩国甚至有亡国的可能。南韩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或将从世界版图上消失。正因如此，韩国对美国的依赖被形容为命运共同体。美国霸权一旦不在，韩国势必首当其冲地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第2名，台湾。排名第2的则是台湾。台湾的命运几乎与美国的实力息息相关。如果说韩国还有正式条约和驻军做后盾，那么台湾的安全完全建立在美国默契的保护之上。从历史上看，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美国立即派遣第7舰队进驻台湾海峡，阻止了中国大陆趁势攻台的企图。这一举动奠定了台湾此后数十年的安全基础。冷战时期，美国与当时统治台湾的中华民国政权签订共同防御条约，直接提供军事保护。尽管1979年美台断交后，美军撤出了台湾，但通过台湾关系法，美国至今仍持续向台湾提供武器和安全承诺，成为台湾抗衡强大邻国的最大信心来源。然而，这层保护说到底只是一种非正式且脆弱的庇护。一旦美国霸权不在，台湾几乎将失去唯一的靠山。面对军事上迅速崛起的中国大陆，台湾的防御压力将陡然增加。
要知道，大陆如今拥有亚洲规模最大的军队、庞大的导弹库和不断扩张的远洋海军，其国防预算更是台湾的数十倍。如果没有美国可能介入的威慑，大陆很可能毫不犹豫地采取军事行动，实现他们统一祖国的长期目标。试想一下那时的情景，美国第7舰队不再巡弋西太平洋，曾经镇守台海的航母战斗群销声匿迹，在某个风高月黑之夜，对岸的导弹突然划破长空，直袭台北、高雄等城市的重要目标。解放军庞大的登陆舰队在没有美军干预的情况下横渡海峡，在台湾本岛强行登陆。台湾军民纵然奋起抵抗，但在对手压倒性的兵力优势下，又能撑多久呢？没有美军援助的希望，台湾守军的士气恐怕将迅速崩溃。国际社会的声援也由于缺乏美国的领头而显得迟钝无力。或许只需短短几周，漫天的硝烟散去之时，台湾的民主政府就已经垮台，取而代之的将是北京当局直接或间接的统治。台湾数十年来事实上的独立地位，可能会在美国霸权崩塌的瞬间化为乌有。即便大陆不立即动武，美国霸权的衰落也会让台湾陷入极度危险的孤立无援境地和巨大的心理恐慌。台湾目前仅存的几个邦交国，很可能在失去美国支撑后，纷纷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转投北京阵营。更糟的是，岛内民心也将受到剧烈冲击。一些人也许会选择逃往海外避祸，另一些人则可能主张向北京屈服求和，以图自保。毕竟当最大的靠山倒下时，台湾社会难免出现恐慌和分裂，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经济运转都可能陷入瘫痪。此外，台湾经济高度依赖全球市场和技术供应链，而美国一直是维系这些体系的主导者。台湾虽是全球半导体产业的龙头，但其关键的技术和设备多来自美国及其盟友。一旦美国倒下，这条高科技命脉要么被切断，要么落入他人之手。更不用说，战争威胁本身就足以摧毁台湾作为归岛的经济地位。一场围绕台湾的冲突不但会毁掉当地的工厂、基础设施和财富，也将令全世界的芯片供应陷入瘫痪。可以说，没有美国在背后压阵，台湾如今的繁荣就像沙滩上的城堡，在风暴中顷刻崩解。总体而言，美国霸权的垮台对台湾意味着这个政治实体的终结。台湾曾被视为美国在西太平洋遏制对手的一枚重要棋子，但如果棋手自己退出了棋局，这枚棋子恐怕只能任由强敌收拾。对于台湾2300万居民而言，这无疑是他们最不愿意面对的噩梦。然而，在美国可能衰落的阴影之下，这个噩梦却是不得不严肃思考的现实场景之一。第一名，以色列。排名第一的国家是中东地区的以色列。这个国家堪称美国霸权羽翼下成长起来的典型代表。自二战后以色列建国以来，美国一直是其最坚定的支持者和盟友。毫不夸张地说，没有美国，就没有今日强大的以色列。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援可谓无微不至，每年提供约3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使以军拥有中东最精良的武器装备。另外，美国还通过外交保护伞屡次在联合国为以色列撑腰，用否决权挡下各类谴责和制裁议案，令以色列免受国际社会的惩罚。有了美国的庇护，以色列在几十年间打赢多次中东战争，尽管四面树敌，却依然屹立不倒。然而，也正因为得到了美国过度的纵容，以色列在地区事务中表现得异常强硬，甚至可以说是肆无忌惮。长期以来，他强占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修建犹太人定居点，并多次对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发动军事行动。这些举措早已激起了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愤怒，也令许多其他国家对以色列心存反感。但过去有美国在背后撑腰，以色列并不把国际舆论放在眼里。然而一旦美国这把大伞不再存在，以色列将第一次真正独自面对周边宿敌的怒火和复仇。可以想见那时的局面，没有美国源源不断提供的先进战机和导弹拦截系统，例如铁穹防御系统，以色列将不得不独立迎战四面八方袭来的火箭弹和导弹。黎巴嫩的真主党武装可能从北部倾泻炮火，巴勒斯坦的武装组织或将在南部卷土重来。
伊朗则极可能公开为这些力量提供军事支援，甚至直接对以色列发动攻击。以色列虽然拥有不俗的军力，并据传握有上百枚核弹头这样的终极手段，但在多线作战的拖累下，能够支撑多久呢？尤其当各方都知道美国不会再来干预时，伊朗、叙利亚乃至其他怀恨在心的国家很可能会看准机会发动联合攻势，对以色列发起致命一击。更严重的是，国际态度也将发生巨变。一直以来，许多国家对以色列的政策颇有微词，但美国的强力庇护使这些不满难以转化为实际行动。如果失去了美国的撑腰，联合国和各国政府可能再也不会对以色列客气，反而会祭出强硬措施来清算它。可能的情景包括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严厉决议对以色列实施武器禁运和经济制裁，甚至不排除由联合国在巴勒斯坦领土部署维和部队，直接介入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的冲突。过去那些总被美国一票否决的提案，如今将一个个通过并付诸实施。那时的以色列将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立无援，就连曾经与美国站在同一阵线的一些西方国家，届时也可能转变态度，要求以色列立即停火让步，甚至要追究他多年来对巴勒斯坦人民犯下的种种罪责。毕竟在很多欧洲民众眼中，对以色列的同情早已被其强硬政策所消磨，而支持巴勒斯坦的呼声则与日俱增。可以想象，以色列国内也将陷入前所未有的恐慌与动荡。虽然以色列社会早已习惯战争威胁，但当真的孤立无援时，全国上下难免信心崩塌。面对存亡危机，一些平民可能会选择逃离家园，前往他国避难，军政领导层内部则可能因战略选择而出现激烈分歧。或许有强硬派会主张孤注一掷，启动所谓的萨姆森选项，也就是传闻中宁可玉石俱焚的末日反击计划，用核武器拉敌人同归于尽。这无疑将把中东乃至全世界拖入毁灭的深渊。以色列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无疑是极度悲壮的。犹太民族曾多次在历史上失去家园，甚至差点遭到灭绝。现代以色列的成立本是为了避免悲剧重演。然而，如果失去美国这位强有力的守护者，以色列可能再度面临亡国灭族的风险。2024年10月爆发的巴以冲突中，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猛烈攻击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曾引发全球范围的谴责。然而当时有美国在一旁力挺，以色列并未理会这些指责。但若今后失去了超级大国的庇护，这些累积已久的仇恨与怨念恐怕终将彻底爆发。届时，以色列想要避免覆灭的下场，只怕已是难上加难。美国作为二战以来的头号强国，一旦霸权衰落，其影响绝不会仅限于自身。我们前面探讨的韩国、台湾和以色列只是冰山一角，在美国主导的体系下，成长和存续的许多国家都将不得不面对秩序崩塌的震荡。或许有人会问，难道这些国家注定灭亡，就没有别的生路可走吗？其实历史从来不是铁板一块。面对美国力量可能的示威，韩国也许会寻求自强，例如发展本国核武或联合其他力量来自保。台湾可能考虑强化自卫能力，甚至尝试缓和与大陆的关系来换取生存。以色列则不得不改善与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寻求新的安全保障。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国家绝不会坐以待毙，而都会想方设法自救。然而，自身条件和地缘环境的限制决定了他们很难在短时间内填补美国退出所留下的真空。正所谓树倒猢狲散，当美国这棵大树轰然倒下之时，那些曾经栖息在枝叶下的小伙伴们免不了要经历风雨的吹打。韩国、台湾、以色列这类高度仰赖美国庇护的国家尤其脆弱，恐怕很难逃过仇敌的清算和命运的捉弄。即便最后不至于真的亡国，这些国家也可能元气大伤，国运急转直下。那么，美国的霸权地位究竟会不会在可见的未来走向终结呢？如果这一幕真的发生，这些昔日由美国撑起的小国将如何自处？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历史早已证明，没有不衰落的帝国，也没有不变的同盟。当全球秩序开始重组，力量对比发生逆转之时，弱小者唯有未雨绸缪，才能在巨变中求得一线生机。对于今天仍仰仗美国庇护的国家来说，
现在开始为最坏的局面做准备，或许已是刻不容缓。没有了美国的世界究竟会是什么光景？韩国、台湾、以色列的命运最终将走向何方？他们能否绝处逢生，还是会如许多人预言的那样注定覆灭？也许答案只能留待时间去揭晓。